我真的建议你就跟找工作一样，你就去看房子哦，你不用怕麻烦那些房仲们，他们晚上都有人值班哦，然后你就多认识几位房仲哦，把你的条件跟他讲哦，没事就是带你去看房子啊，你这边一直看久了哈，应该看个也不用多，应该看个时间以内，你对该地区的行情就会有一个大致的掌握，你就可以开出很精准的条件给那个房仲，然后房仲就来帮你媒合哦，不然真的是。想办法上车啊！你看我讲那么具体，就是说想办法上车哦。你上车怕什么？怕不会，怕心魔。这个加油啦！这些东西我以前都经历过。后来我只是多看，然后把功课做好做满哦。行情怎么样，我就不怕了哦。就对啊，这有什么好怕的？所以加油吧，祝福你哦，赶快上车。如果你已经有买房子了哦，看要不要再多买一间哦。先说结论，只要你知道怎么找工作，你就知道怎么买到好房子。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哦。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为什么买房子能赚钱，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哦。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有找工作的经验就会挑房子。我们上次有分享过，为什么找对象比买房子还要困难哦。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要怎么用找工作的态度来找房子。好，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找工作的？朋友介绍吗？还是我想大部分都是直接104打开，勾一勾职位、技能、地点，然后看哪一件顺眼你就投履历，不是这样那如果是的话，我就大胆猜测你以前找工作应该都要找一段时间，有可能你现在的工作到现在你都不满意还在骑驴找马，找看有没有完美的下家好，那你应该怎么找工作会比较顺利呢？基本上就是要去做身家调查你要去查这间公司是靠什么赚钱的你要准备那场面试怕会被问什么问题之类比方说你有什么缺点我自己做面试官都不问这个到底是想要看人家怎么回答，莫名其妙然后或是说你去问问看这个产业的人对这间公司有什么看法，然后网络各种去找，对不对？好，那我们把情景转换成买房子。你就应该调查什么就是说这个房子的状况怎样，过往的实价登录、附近的机能等等，这些都是你要花时间去研究的。然后你最好找人打听一下，找业界的什么叫业界？就管理室的警卫啦，对不对？扫地的阿姨啊，附近的邻居啊，这些人整天都归在这边什么风吹草动，什么哪个外遇被抓，他们都知道打听完该做什么。去面试这间房子去面试这间房子，对，就像你工作的时候你会去面试一样，负责人会简单的跟你介绍一下这个公司环境啊，然后问你一些问题，这样，此时就是你理解这间公司文化的最佳时机。同样的，你买这间房子，房仲带看等于你在面试这间房子，你知道，从房仲的口中套一下说这间房子的状况、附近的环境，记得你不需要去把房仲当敌人。我看很多人对房仲的那个敌意都很深莫名其妙。他是想要成交，他不会想要故意卖贵给你，你知道所以只要是你信任的房仲你就可以把上个阶段就你自己做功课得到的资讯来跟他怎样，来跟他验证然后也能够让你更好判断这些房子适不适合你。另外，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会建议你要多问房仲一件事情就是买这边的都是什么人买这边都是什么人，这问题很重要就像你问一间公司它的文化是什么一样，你要清楚会买这边的人是什么类型的比较多，是8+9吗？是投资客吗？还是医生还是老师比较多？像我们高雄31期啊，31期那边其实那附近机能不怎么样这是最近开一间全联也开一点时间啦。总之那个地方怎么讲？就人家会说老师的家老师都住那里，然后还真的是这样我教授就住附近就这样31期那附近，对，那像这个叫老师的家这种地方，这个你怕什么？对啊，你小朋友跟那个邻居在那边玩乐，你都不怕他学会抽烟，对不对？好，这个会影响到房屋在该地区的实价登录简单的说就是你的邻居啊，他会怎样？他要有实力把房子卖得更高，卖得更贵，因为这个社区他们保持得很好，未来你的房子就可以跟着一起卖贵。最后你该怎么考虑考虑决定要不要接受 offer要不要 take offer？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到最后一个，面试完之后就等通知嘛。那对方也会告诉你他愿意开多少给你嘛，然后你要在多久之内回复嘛。那像
这个状况就是你要考虑这个薪水是不是你能够接受的。如果比你预期低的话，你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工作作为跳板，你去里面把一些技能点一点之后在你的履历比较漂亮之类，3-5年后去争取更好的薪水。同理啊，就是屋主的开价你能不能接受？你觉得他开高了，那你有没有把握在几年之后把这些卖掉，去买更好的房子？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就会有跳板思维。结果你在买房子的时候，没有，要直接封顶，你就要直接高楼层有景观，怎样又怎样。你在找工作，你都不敢这样子你就想说没关系，我想要进谷歌工作 ，Google 或者是我想要进苹果，台湾苹果，我就要先怎样再怎样。你会这边直接面试苹果，然后被打枪好几十次，然后一直都不放弃，然后就期待要去苹果吗？不会嘛。结果你在买房子的时候，直接要封顶的条件，对不对？大安森林公园第一排正三房平面车位，这不是很夸张吗？就这样那最后你就是要去考虑你适不适合去买这间房子。你看这个过程就真的跟找工作非常的相似啊，非常非常像那我们就再来讨论一个问题。你要怎么找到你那个产业内的高薪的工作高薪的工作？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你要找到 top 的公司top 的公司，最 top 的公司才能给出最好的配。就像一般的工程师跟台积电的工程师系统厂也一堆工程师啊，不过那个都养老比较多那台积电的工程师、联发科的工程师、联咏的工程师，那个薪水就很厉害啊，对不对？那来买房子呢换到房地产市场了就地段，对不对？你那边又有酸民会讲了没有啊，有的公司他日后会带我飞他日后会变得很厉害对啊，对应到房地产不就从化区也是长这样啊，对啊，现在不怎么样以后会变得厉害的不要的一样地段就跟台积电一样无论是成长空间还是稳定性这种 top 公司都是最强的。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有找过工作就会挑房子。那我先跟你分享了找工作跟买房子的相似点在哪里首先就是你要做好事前的调查，确认房子的状况、过往实价登录跟附近机能要找警卫邻居来了解更多的讯息，然后去看这间房子意思是你就像对应到工作里面就面试你去面试这间房子跟房仲去看，有问题问他。那你也要去探听这个社区的住户的组成这就像是你一间公司的文化，加班凶不凶啊，什么有的没的，最后就决定要不要 take offer， 就是你要不要买这间看一下屋主的开价你能不能接受，能不能谈并且评估房子未来增值的潜力。你要确保就是就算你现在买的贵一点，比实价登录还高，可是未来它还是会有增值的空间。所以买房子的流程我说中古屋啦，真的是跟你找工作流程差不了太多差别只是在于你找工作是别人要给你钱那你买房子是你要给别人钱最后我想问你啊，你是怎么找到工作的你的方法也适合用在买房子这上面吗欢迎留言跟我讨论一下，我看看我有哪边没有想清楚的。那如果还想了解怎么找出好地段的房子会增值的房子，记得订阅加分享这个影片到你的赖群组A 片群组也没关系让他们看着我的脸冷静你被踢出来你不要怪我或是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我在里面有讲很多比较不方便公开的房地产议题，这样现在加的人已经蛮多了那个赶快上车。好，讲八卦。我今天讲这集内容我是要鼓励多去看，核心是这个啦。你应该找工作也不会第一个面试你就答应吧就应该不至于是这样吧除非你怎样，除非你是什么政府补助怎样的你需要去刷那个有录取的战绩那你找工作你都会多看多听多比较了没错怎么你在找房子的时候就直接锁定非台湾苹果我不去上班然后房子也爱看不看，然后房仲跟你敲说这件很热门要赶快去看，你说可是我6日才有空然后他就回报给你房子已经成交了，然后你就这个都在骗我，不这样嘛，对啊。所以找工作多看多去面试几场。当然你看房子你就多去看几间看几间不是叫你都要出价，而是你要去了解一下现在市场是大家对这一区的房子是什么评价，你就是多看多去看几间。我跟你讲，房仲他们都有 KPI 成交固然是一个 KPI， 带看也是一个 KPI 所以
你去带看，即使你不买，他们心里都还是感激你的，因为至少他可以不被店长骂嘛。我有去带看啊，对啊，就这样。而且一间房子要带看好几次，这个都是他们都预设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不用担心会麻烦到他。你在买房子，怎么脸皮那么薄，对不对？我的赖到现在还有人问我说啊，我这样会不会很麻烦他们？我靠，对啊，小绵羊哦。好，那回到正题，你就是多看毛起来看，你就一直看，有空就去看，把看房子变成你的一个行程，你的一个爱好，你自然会很懂这附近的房价。当日后又出现一间房子，然后你可以马上下判断，就跟我以前拍过影片讲过，我们是来怎样对答案的，我们是来对答案就没什么问题啊。然后现在出下明显地域行情啊，立刻联系房仲啊，然后房仲就说没有，屋主不懂这个屋主老人家这个屋主不懂他或是房仲就会讲说没有，他们分遗产分遗产，那分财产，所以现在只想赶快把它卖掉，越快越好，他们要分钱。好，当你出现这种房子，你确定不是事故屋嘛？对啊，然后那附近也被你看得很熟，你就很懂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出手啊，不然嘞，对不对？即使你不出手，你也敢跟你的亲朋好友推荐说，这间可以，这间可以，那个谁身上有钱了，你要么借我，要么你自己去买，对，这间真的可以为什么啊？你讲得出来，头头是道这样就好了。重点是要去多看不是说就不怎么看，然后买的时候心惊胆战，你看那么多你就不会怕真的是不会怕，像我以前一样我就是对那个区域的行情就非常的了解嘛，然后出现一个低于行情的，立刻去问说这是怎样，事故屋吗？还是怎么样结果发现都没问题都没问题，那就可以做啊，对啊那我怎么敢下这种判断就是我对那个地方怎么样很熟嘛非常的熟。如果用找工作来比喻的话，就像朋友介绍工作，对不对？朋友介绍工作，你就是瞄准一个，然后你早就知道里面什么情况了，因为你朋友跟你聊天的时候，他都会讲，这个我们工作你先进来再说啦，对啦，不错啦那没关系，你叫我罩你啊，对，所以你不会怕所以这个对应到房子就是你把你的条件都怎样都开好，然后就等房仲像我都是那个嘛，你等下片尾就看到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嘛，我们都会把条件先跟那个美术之星讲好，然后他有符合房子立刻会跟我讲这不就要对答案？对啊，那对答案我们立刻去看看一看 OK 就可以上车所以人家在说你们买房子有没有赶？我们哪里赶了？我们怕得要死，好不好？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平常就有在看，一直对那个地方行情就很了解非常的了解。所以当一个东西出来，然后我确定它没有什么不能接受问题，你有一个检核表是不是事故屋不是是不是地上权不是这个屋主的债务有没有很乱七八糟设定来设定去不是通通都不是这个屋况怎么样都 OK 好，那为什么不会买？对啊所以外面人家在看说投资客房子都乱买，没有好不好？人家功课做多深啊，当一个东西出来，人家就敢下的你还在怕，你还在挑，你还要工作非 Google 不进非苹果不去报道，你自然就是会被抛在后面你找工作都知道要做跳板了你买房子的时候为什么就要直接封顶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有朋友介绍你工作那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对答案内线嘛，对啊，我们平常也会留意好这些东西，我把那个区域看得很熟，那附近的房仲店都认识一圈了，那有符合条件他们就报过来然后看看觉得 OK 好，确实是 OK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那就可以嘛所以道理我都跟你讲了，真的是剩下执行而已我真的建议你就跟找工作一样，你就去看房子你不用怕麻烦那些房仲们，他们晚上都有人值班然后你就多认识几位房仲把你的条件跟他讲没事就是带你去看房子你这边一直看久了应该看个也不用多，应该看个时间以内，你对该地区的行情就会有一个大致的掌握，你就可以开出很精准的条件给那个房仲，然后房仲就来帮你媒合不然真的是想办法上车啊！你看我讲那么具体，就是说想办法上车你上车怕什么？怕不会，怕心魔，这个加油啦这些东西我以前都经历过，后来我只是多看，然后把功课做好做满行情怎么样我就不怕了就对啊，这有什么好怕的？所以
加油吧，祝福你哦，赶快上车。如果你已经有买房子了哦，看要不要再多买一间哦，大概就是这样。做个好房东哦，你去签那个社会住宅，我们一起支持社会住宅这个政策哦，就这样，我都这样。影片看完了哦，我是买房阿元哦，我跟你讲哦，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哦。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适合自住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啊。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你先看再说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啊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啊，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会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自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 po 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非常的 OK。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那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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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 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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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